叶晨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几乎转遍了整个地下城市，都未曾发现任何修炼原料。结果在林婉儿送给自己的戒指中，竟然发现了大量灵石。说是大量一点也不夸张，因为叶晨认真数了数，这些灵石大大小小加起来，一共有2000多块。而且叶晨还发现，这些灵石无一例外，全是灵气含量很高的灵石。如果跟自己之前得到过的那块平安富贵石相比，同等体积下的灵气含量至少高了10几20几倍，有的极品灵石甚至能高出上百倍。这2000多块灵石对叶晨来说，已经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天文数字。他就像一个每天开销不足100块钱的平头老百姓，忽然得到了亿万资产。这么多灵气摆在面前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用来干什么。灵石中的灵气虽然可以直接吸收，但叶晨在来过这里之后，才意识到，如果直接吸收灵石中的灵气，对灵石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因为灵石更像是修道者世界中的高密度电池，是一种万能的能源，直接用它来给自身补充灵气，其实是很不划算的。它就像是一台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的便携式柴油发电机。柴油发电机发出来的电虽然单位成本很高，但在野外，在没有通电的场景，它甚至是能救命的。但如果在自己家里也用它来提供能源，显然是不划算的。灵石的最大用途应该是专门用来驱动一些功能各不相同的阵法，这样一来就能确保阵法在没有人的情况下也能够一直运转。而且灵石相比电池或者发电机，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，就是它本身不会损毁，也不会衰减。它不会像电池那样扔在那里几年就耗尽电量，它其中蕴含的灵气能够永远保存下去，所以这种传送阵才能够历经千年也不会停止运转。叶晨不禁感叹，只可惜自己对阵法懂得不多。九玄天经作为一部入门级的修炼法门，里面有提到的阵法不多，而且大多比较初级，比如惊雷令和穿魂刃中用到的阵法。但是类似隐匿阵法、保护阵法甚至传送阵发这些，根本就没有任何记载。不过对叶晨来说，就算暂时还不掌握这些阵法的奥秘也不要紧，有了这些灵石，就等于是拥有了大量稀缺的修炼资源。这些灵石好好保留，将来自然会有用得上的时候。至于日常修炼以及补充灵气，自己可以随时通过传送阵到这里来修炼，不但灵气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，而且修炼速度还会有极大的提升。若是能在这里闭关一段时间，说不定打开泥丸宫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若不是想到林婉儿、云如歌和宋如玉三人还在北欧的科考站等着自己，叶晨还真想先在这里闭关1个月感受一下。想到这里，叶晨心里开始琢磨2件事。第一，关于这里的秘密，是否让其他人知道？第二，如果第一个的结论为肯定，那自己能否把其他人带进里？基于第一个问题，叶晨现如今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不需要有任何担心的人，就是林婉儿。这么惊天的大秘密，叶晨能完全相信的人只有林婉儿。这个相信可不只是对方能不能保守住这个秘密，还有对方能不能适应这个秘密。比如萧初然，且不说他现在音讯全无，就算他没有离开，而自己也信任他，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他恐怕极难适应。至于云如歌和宋如玉，他们同为修士，适应这个秘密肯定没问题，但叶晨始终不敢100%信任他们。所以叶晨很快得出结论，这个秘密目前只能跟林婉儿共享，有机会自己也要试一试能不能把林婉儿带进来。至于其他人，暂时还是先保守秘密，将来再视情况决定。随后叶晨还想再继续探寻四方宝塔的其他层，可当他试图从宝塔四周的窗户出去时，才发现这里的窗户也有着无形的屏障，自己根本就无法穿过，也就无法从窗户离开宝塔。可是叶晨也不知自己身处宝塔的哪一层，
只知道这里面并没有上下的楼梯和出入口，这让他心中疑惑。来的时候，自己是被三清殿忽然出现的传送阵传送到这里来的，可是这里的9个传送阵对应的全是南极之外的地方，自己现在在这里，可以去那9个位于不同大洲、不同国家的地方，却唯独去不了这四方宝塔的外面。就在叶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脑海中忽然涌现出一幅详尽的地图，这地图描绘的竟然就是这座地下城市，而且地图上一共标注了18个传送阵，每一个传送阵都对应着一道心法口诀。也是通过这道地图，叶晨才发现四方宝塔一共9层，每一层都有一个传送阵，而广场下方也有一个传送阵。除此之外，三清殿以及其他一些城内重要的公共领域也都有传送阵。而更让叶晨感到惊喜的是，还有一个传送阵是在1000米高的地面，也就是说自己离开四方宝塔，想要出去的话，没必要沿着原路返回。这也让叶晨松了口气，因为回去的出口在几十丈高的峭壁之上，以叶晨目前的修为，没有飞剑之类法器的帮助，下来不难，但若是想一跃而上几十丈高，难度还是非常大的。想来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修士，修为应该都非常之高，这点高度对他们来说，不说如履平地，但应该也像走台阶一样轻松。而且这石壁被切削得十分光滑，中间几乎没有可以借力的地方，想一点点爬上去或者一点点跳跃上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如果没有传送阵直接到达地面，恐怕至少也要想办法凿出一些可供攀登的坑洞才行。不过现在一切倒是都简单多了。叶晨心中默念口诀，下一刻他便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地面的冰盖之上，身体周围被一团金光包围，仿佛置身一个充满金色光芒的玻璃罩内。这时叶晨脑海中又出现了一个提示，也让他瞬间明白了这道金光的用意。原来这传送阵与八卦图对应的9个传送点不同，那9个传送点对应的传送阵几乎都藏在深山的山洞之中，而且山洞还有阵法保护，不会因为刚传送过来被不明真相的人看到。但南极冰盖上的这个传送阵并没有山洞这种保护，所以这道金光其实就是一道保护机制。处在这金光之中，外面就看不到自己，也看不到金光，等于是一道隔离防护。在确保没有风险之后，自行走出这道金光。就算是进入了外面的环境之中，叶晨左右看看，发现这里就是自己与吴柏林斗法的地方，四周别说人影，连个企鹅都没有，自然也没什么暴露的风险。于是他便直接从金光之中走出。走出金光之后，叶晨回头再看，一切已经完全消失不见。但是他知道传送阵就在这里，只需要站在这个位置默念心法，就可以去到地下城剩下的17个传送阵中的任意一个。叶晨心中大喜过望，将这位置牢记下来之后，便开始沿着来时的路踏上返回北欧科考站的路途。